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来英国刚好整整第2个月。这个视频我想主要讨论一下 culture shock。先来看一下词典，什么是 culture shock？ 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惊、文化休克，是指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身处不同国家的文化或不一样的环境中，而经受的一种困惑、焦虑的状况，未必会产生严重后果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换了一个新的环境，我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很懵逼，我感觉很适应不了，等等之类的，并不是说这点不好，这点好，只是说一种个人的感受。首先，第一个文化冲击就是关于称呼的问题。我们知道，在国内的话，我们会称呼我们的长辈他们的应有的称呼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等等之类的。但是在英国没有这一回事。比如说，人们只称呼他们自己的父母，就是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等等这6个角色称呼他们的称呼，不会直呼其名。但是除这6个人之外，所有的人基本上都会称呼别人的名字。你可以称呼你叔叔的名字、你阿姨的名字、你舅舅的名字等等，不用有任何担心。那如果对于儿媳妇的话，对于我这个角色的话，我应该怎么称呼呢？其实你们也知道，我就是称呼他们的名字就好了。因为Scott 的父母不是我的血缘父母，所以我可以称呼他们的名字，没有关系。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中国文化里，我们受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个熏陶，还有习以为常。当你真正的嫁了一个英国人，你要称呼他父母的名字，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，会感觉其实很难适应的。就是说我自身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挑战，我会觉得我称呼他们的名字有点不太礼貌。但事实是，别人觉得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我就希望你称呼我的名字，比如说我可以叫 Scott 爸爸 Jeff， 叫 Scott 妈妈 Dawn， 但是我自己过不了我心里这一关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冲击吧。第2个文化冲击呢，这个其实我来英国之前 Scott 他给我做过提醒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在国内，我们的厕所旁边会有一个纸篓，对吧？我们会把纸丢进去，以防止马桶堵塞、厕所堵塞之类的。但是在这边是恰恰刚好相反。我来之前 Scott 又警告我，他说你去了我家之后，那个纸啊，千万不要扔到外面，你要把它扔到马桶里面冲走，要不然的话别人会感觉很恶心。他们的纸都是顺着马桶冲走的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对，这个是一个文化冲击。我的第3个文化冲击，其实在来英国之前我已经体验到了，就是在英国不用穿拖鞋。我们在国内的话，我们要穿拖鞋，一般也是就是我们可能会讲究一点，或者说家里打扫的干净一点，贴的地板之类的，所以我们会经常打扫。为了避免它脏，我们就穿拖鞋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边的话呢，人们不穿拖鞋，因为他们这边基本上家里边的大部分角落都是铺满了地毯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会直接穿着袜子或者光着脚跑来跑去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可以光着脚去一下厕所，再去一下厨房，然后再回到卧室，再到床上，这个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和 Scott 在国内住的时候，他经常这样做，我就感觉特别忍受不了。我觉得你为什么穿着袜子去厨房蹦跶蹦跶，再去厕所蹦跶蹦跶，然后再回到床上，你不感觉脏吗？他感觉不脏，是因为他在他们国家已经习惯了。然后现在呢，那种心理障碍我也没有了，我也基本上习惯了。但总体而言，还是2个国家的就是行为习惯和心理习惯的不一样。下一个是老外不喝热水。当然这个不是文化冲击，这个是一个刻板印象哈，就是我们国内的人可能觉得老外都不喝热水。我以前也以为老外都不喝热水，所以我等着说我来到 Scott 家看看他们到底喝不喝热水。他们其实喝热水，他们喜欢喝热的，但是他们一般会放点茶呀，放点东西加进去，他们只是说不单纯的喝热水罢了，但他们确实是喝热水的。之前我的印象是他们不喝热水就意味着他们只喝凉水，他们早上起来喝一杯冰水，喝一杯凉水，但其实人家也喝热水的。而且通过这个喝热水这个事情，我也发现英国人对茶叶有多么的喜欢。比如说 Scott 爸妈家，他们茶叶就有好多种。下一个关于英国人的饭桌的 culture shock。我记得我们刚来英国第1天是早上下的飞机，然后 Scott 爸爸去接我们，然后呢，当时就肚子已经有点饿了，然后等到中午发现，他们好像没有做饭的打算嘞。然后 Scott 给我做了一个就是简单的那种三明治，然后吃了一下。我还在等午饭呢，结果等到下午3点多还是没有人做午饭。我没有问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我以为是他们太累太忙了。
然后终于到晚饭的时候呢，斯高妈妈做了一餐很丰盛的晚餐，然后我们开始吃。然后我一直以为是那天中午他们太忙了，所以没有做饭。但是直到第2天、第3天、第4天往后的每一个中午，我才发现原来他们都不在一起吃午饭，大家都是自己做点自己喜欢吃的。你可以吃三明治，你可以吃任何你想吃的，但都是比较简单的，大家各做各的。只有晚上的时候呢，才是一家人的正餐，我们所有人就是整整齐齐坐在一起，然后一起用餐。我们中国人用 Scott 的话来说，每餐都是主餐。我们的早餐很重要，午餐很重要，晚餐也很重要。Scott 说，如果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话呢，早餐也会在一起吃。但是现在，如果说你家里边都是成年人，都是大人的话，基本上就只有晚餐，大家在一起吃，上桌吃。对，所以他们的午餐变得非常非常的不重要，你随便吃点就行了，凑合着吃一口，饿不死就行了的感觉。说到午餐，还有一点就是，很多工作的人，就是他们可能白天不能回家，他们会打包一些便当之类的。这些便当呢，往往都是冷的，比如说一个冷的三明治或者冷的面包之类的，直接吃凉的。这在我们国内估计也是不可能的，我们不喜欢吃凉的。然后关于英国人的饮食搭配问题，我发现在他们的餐桌上很少能看到绿叶菜。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法接受的，尤其是在我来英国的前2个星期，因为我才发现他们这边人很少吃绿叶菜，我感觉我当时快疯了，所以我一直想去买一点绿叶菜吃，但是他们本地超市卖的绿叶菜，真的是不是我们喜欢吃的那种，就是感觉像生菜一样的那种菜，一般他们也是用来做沙拉的。所以我发现英国人他们吃绿叶菜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在沙拉里面吃，而且沙拉也是不知道多少天吃一次，所以他们的绿叶菜的摄入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。然后呢，对于一个爱吃菜的我来说是相当不能接受的，所以我现在在找中国超市，然后去买大白菜啊、空心菜之类的。当然这个还是实现不了空心菜自由，因为空心菜在英国太贵了，还有加你自己的。然后前2天去外面骑自行车，然后发现了一片油菜花田，有一些很小的油菜苗，我也就忍不住摘了一把油菜苗。所以在英国吃绿叶菜，吃到好吃的中国人常吃那种绿叶菜还是挺难的。那说完青菜，我们说一下肉吧。英国人吃肉真的也是挺奇怪的，大家都知道外国人不喜欢吃骨头啊，还有那种器官之类的，所以他们会直接买那种就是剔过骨的肉，或者是没有骨的肉，他们这样吃。但是当他们吃一些，比如说吃一些带骨头的肉的话，像鸡啊之类的，他们会把这个鸡给在烤箱里面烤一下，烤完之后呢，他们竟然也是会先把那个鸡肉分离一下，然后只把肉放到盘子里，然后留下一个很大的鸡骨。他们这个鸡骨上面还沾了很多肉，但他们竟然就不吃了，就把它扔掉了。这在中国来说是极其浪费的，大家可能会花钱去买这个鸡骨，对不对？而且甚至上面还沾了很多肉，他们就不吃了。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另外一顿菜了，但他们就那样子就扔掉。他们感觉骨头也不好吃，而且他们也不想用手啃，就用那种刀把它刮下来，但是刮得不干净。他们不吃皮，比如说前2天Scott妈妈做了一个应该是那种红烧羊肉之类的吧，在那个高压锅炖了一个下午，又软又烂。然后他们在吃的时候都把那个皮留到碗里边，就是那个什么来着，胶原蛋白哈，那个在国内也是一道菜，但他们竟然就把它留在碗里面了。我问 Scott 弟弟 Rob，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吃这个皮呢？他说第一是因为口感不好，第二是因为感觉这个皮也不太健康，太多脂肪了。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国内人吃的所以在我看来感觉他们太浪费了。然后呢，关于英国人的礼貌程度，英国人有多礼貌呢？就是你一天真的可以听到Scott家人说很多 thank you thank you 或者是 sorry sorry。 比如说如果说你做一顿饭的话呢，他们会感觉很感激，而且就算是他们没有那么喜欢，他们也会说很好吃很好吃。总之你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个菜不好吃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别人会尽可能的让你会感觉就是想要礼貌一点，然后不想去通过一些语言去伤害你。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说不好吃，我做菜不好吃，会感觉伤害到我。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来说是不会的，这个也是一种文化的差异。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礼貌，就算是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吃，他们也会说很好吃
说到礼貌这个问题呢，我发现当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，比如说你给某个人让路，你给另外一个司机让路，或者是给一个骑马的人让路，他们会这样子，意思就是谢谢你。然后我第一次看到 Scott 这样做的时候，不懂为什么他怎么突然这样子呢？然后对方也这样子，这个就是一种手语，就是谢谢你给我让路，或者是谢谢你等我之类的。我发现这点非常非常温暖，就是感觉特别好。大家没有说去抢路，他们反而是就是会 take your time， 就是会慢慢的等。比如说前面路比较窄，他们就会停下来等你，耐心的等你。我感觉这点非常好，而且人们之间会互相的隔着车窗户这样子点一下头之类的，我觉得这个互动非常好。尤其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。谢谢。关于开车这一点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在我来英国之前 ，Scott 他也在中国体验过这种文化 shock。因为在中国，我们很多开车的司机呢喜欢按喇叭，对吧？第一是可能是因为堵车了，我们就按喇叭表示我们想快点走。第二种情况的话，可能就是前面有危险，我们按一下喇叭提醒你，你不要跟我撞车等等。这点呢，在英国好像跟我们国内不一样，本身可能因为他们这边那种堵车的时候比较少，所以呢，大家不会去赶时间去按鸣笛去按喇叭。而且就算是在比如说一些山路急转弯的时候，他们也不按喇叭，他们就是慢慢的开。因为对他们来说，按喇叭是一种粗鲁、不礼貌、没有耐心的一种行为，所以在这边很少听到有人按喇叭。但是有一次，我看到了一个车非常不礼貌，就是有2台车，我们两个在前面骑自行车，有2台车从后面想要超过我们，那2辆车里面都是一群小年轻，像是在社会小混混一样的，就对着我们啪啪啪啪啪按喇叭，让我们快点走。这是我在英国遇到的唯一一次被别人按喇叭的情况，其他的情况大家都是非常的 nice。还有一件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culture shock 的事情，就是英国的家庭好像他们但凡有花园的人，基本上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割草机，就是他们对割草这件事情真的有着狂热的热爱，甚至想确保自己的草就一直这么高，都这么高，不能长高一点点，高了就给它割一下，高了就给它割一下。所以之前有粉丝问我，为什么英国的草都是一样的？是因为他们割的了，他们每天都去割草，都去修理草坪，所以为什么看起来都是一样的？还有，我觉得英国人他们真的非常非常注意休息。比如说，有一次我们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去附近的镇上去买菜，发现他们竟然都关门了。我觉得我真的想不通，这才5点怎么就关门了呢？你有放着生意不做吗？但是感觉人家就是比较任性，他们这边好像做生意的都是关门统一比较早，可能看地方可能在伦敦的话，大城市的话，他们可能会晚一点7、8点，但是最晚8点以后，基本上那些商店基本上都关门了，可能只剩下一些酒吧、酒馆之类的还开门。跟我们中国相对比，你可以去外面，可以去娱乐的地方，还有你可以去晚上做的事情比较局限，比较少。尤其是当我们住在乡村的时候、镇上的时候，晚上我们基本上哪里都不去了，因为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，所以待在家里面，而且也可以避免半夜点烧烤、点外卖，因为你根本点不到。关于最后一个 culture shock， 我觉得这个也是去解除以前我们对英国的一个刻板印象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，老师会告诉我们说，外国人的小孩18岁以后，父母都不管他们了，他们自己要独立，父母老了以后，孩子也不去养老，也不去照顾。总之，这样的一个描述呢，让我们感觉好像西方的家庭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家庭，是一个很冷血的家庭，就是感觉父母和子女都是就是互不关心的那种。但其实我觉得英国人也是有亲情的，而且他们的亲情也是非常非常的亲的，就是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，我们的亲情都是一样的。我觉得，因为通过我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，我去观察，我去了解，我自己去感受，我发现亲情对他们来说很重要，而且是很大的一个部分，只是表达亲情的方式不一样。
这只是我来英国2个月以来总结的其中一小部分，对于我来说是 culture shock 的，还有很多我还没有提到的，所以这个话题以后会继续。如果大家对英国文化还有包括我提到这些差异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查看我们之前的英国视频。我们下次见。